太开心了啊！今天早上一大早接到那个电话，说我们的车子可以上牌了，这是我这几天听到最开心的一个事情。因为整个上牌的事情的话，我们已经搞了将近有1周的时间了，然后现在出发，又来到这里了啊，已经第4次来这里了，希望今天能够顺顺利利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马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瑞。对了，然后今天又忙了一整天啊，然后一大早出去，终于把我的那个事情搞定了啊！这是最近我们最开心的一件事情。最开心的事情。对，因为搞这个事情的话，我们已经足足搞了1周了，我说再等下去的话，我们连素材都快应该没有了，因为库存的话用完了。对，然后的话主要是上牌的一个问题。然后周1、周2去上牌的时候，就是整个无锡的系统啊，就是在升级。所以说我这辆车的话，下次可能会拍个视频给大家去简单讲讲，就是我这辆房车的基本情况。就是我这辆车的话是一个2手车，所以说整体的话是从南京过户过来的。然后数据的话调不出来，所以是等到今天。然后为了这个上牌的事情的话，已经整整花了中间去整整在那边待了3天。然后很开心啊，把这个事情的话终于能够搞定了。然后录一期节目，给大家去简单讲讲，就是说2手的房车，柴油车，然后的话在无锡或者说在江苏这一块的话落档需要注意点什么。首先的话，现在不是国家有国5、国6这样的一个标准嘛？然后江苏和浙江现在的标准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？就是国5的柴油车要上牌，需要的话是载重量达到3.5吨以上。原来的话我跟小瑞的话原来计划的是买一辆长城揽众的 CTA， 然后有4驱，到时候可以去撒野一下。但是的话看中那款车的话是在省外的，因为载重量的话就是小于3.5吨，所以说的话就是落户不到江苏这一块，所以说无奈的话就放弃了。然后第二的话就是省内落户过来的柴油车的话，给大家去简单讲讲。首先的话就是一个档案的问题，非常重要啊，就是说我们的档案是南京寄过来的，然后档案的话是整体封起来的，现在的话档案已经不在我手上。这个档案的话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千万不要去拆封啊！反正工作人员跟我讲，如果拆封过，那后果非常严重，就是说你私自把那个档案拆封掉以后的话，你这辆车基本上就很难拿到牌照上档，所以说这一点还是非常关键的。第二点的话，各个证件啊要齐全，就是说你拿过来的发票啊，以及登记证啊，这些证件的话，相对来说的话一定要齐全。然后的话去落档上户的过程当中，首先的话就是本人的身份证要带上。第二的话，在无锡这一块啊，我们反正来回折腾了好几个地方。第一的话要去检测尾气，第二的话好像听说啊，只有我们无锡地区的话我们还要上秤。说起上秤的话，今天跟小瑞的话后面的视频给大家去看一下啊，就是说我们把整个车上，首先的话是已经拿下来很多了，就是说如果有房车去上牌的话，一定要把水箱放干净。今天上牌的时候就是差点超重，如果超重的话也非常麻烦。希望他能过。那会儿的话差点想把油箱里面的油都给抽出来，知道吧？整车质量的话，我们的话是3.3吨，然后最后的话我们是把清水箱放干了，然后把我们的污水箱，就是我们那个马桶的那个抽拉式马桶的话，我们也把它整个搬出去了。然后因为我们这个车子的话是属于6座的，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桌子包括这个前面的这个沙发椅的话，就基本上我们就全部都搬走了，就是不允许在的，如果在的话就是不合格的。所以说在整个过户的过程当中的话，还是有一些很多需要注意的东西。然后的话整个车子里面包括乳胶垫啊，所有的连餐巾纸都拿出去了，最后的话就差了10公斤，
对，哎，太幸运了。如果是说我们的东西放在这个上面的话，你可能相对来说的话就过不了了。操纵的话，那就比较麻烦。因为你上去一次就有数据出来。对，然后我们本来是说想先去测试一下，就是说看看中不中，中的话我们再来拿什么东西或这样那样的。然后人家说不行，上去就是有数据，所以说我们尽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完了，然后也给后期如果有买房车、二手房车的去落户的这些朋友们的话，提个醒，就是说尽量的减轻你的整车的一个重量。然后的话，我们的测了尾气，然后的话又过了重，然后其他的一些，反正，我们这辆车的话，基本上是原厂出来没有改装的，后面的话没有架子啊，没有什么外挂的空调，如果有的话，你们一定要把它什么，要全部都拿掉了，要不然的话，长度啊、高度啊这些的话都有严格的要求的。反正在无锡的话，检查的非常的严格，就是相对来说的话，还是比较严的吧。然后要带的一些简单的东西的话，我就不多说了。反正什么那个灭火器啊，然后那个衣服啊，那反光有会反光的衣服啊，然后三脚架这些东西的话，我就不讲了。千斤顶这些东西的话，反正车上都会有。然后去了一个地方，测完尾气，然后检测完重量一些东西以后，我们又开车到了另外一个上牌的地点。然后那边的话又要做一系列的检测，就是外观，就是刚才说的外观有没有超长啊，超宽啊，然后荷载的几人的座位有没有安全带啊，然后里面就是什么车架号啊，什么梁啊，全部都要检查的。检查完了以后的话，然后就给我们去上传，完了以后的话整体还行吧，然后只是摇号码的时候可能紧张也没有说什么紧张吧，就是没有特别理想的号码。当然我也觉得可以理解，因为无锡也比较发达的一个城市嘛，就是说车的保有量还是比较多的。然后我们这个已经拿到了，是个蓝牌，所以说我们 C1 的驾照的话也能够开。最后的话也是给大家去提醒一下吧，就是说如果说对整个上牌过程的话不是特别了解的这些朋友们，可以在五八或者说是在车管所的门口找一些就是代办人员，他们可能相对来说会更熟练一点，可以省去你很多的麻烦。好吧，这一次办下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，给大家去分享一下，希望给在座的朋友们能够带来一些帮助吧，让大家的话能够少走弯路。好吧，这一期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大家评论区评论、点赞、关注，再见。